今天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升高的真正元凶，以及那些天天吃却让你胆固醇飙升的食物。现代人健康检查常常发现血脂异常，你知道吗？根据统计，台湾每5个成年人就有1人血清总胆固醇过高，45岁以上族群这比例更提高到将近30%。许多人一看到自己的胆固醇指数爆表，第一反应就是少碰鸡蛋和海鲜。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想法？看着健检报告上胆固醇的红字，就立刻发誓要戒虾、戒蟹，早餐只吃蛋白不碰蛋黄，觉得这样就能保住血管健康。这种担忧可以理解，毕竟过去几十年各国营养指南都建议每天胆固醇摄取量不超过300毫克，一颗蛋的胆固醇就将近230毫克，难怪大家闻蛋色变。但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推翻了这些旧观念，我们其实错怪了鸡蛋和海鲜，真正让血管越来越堵的祸首，往往藏在你每天的早餐和零食中。在揭晓那些隐形杀手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胆固醇，以及为什么有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之分。胆固醇其实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它参与合成荷尔蒙和胆汁，维持细胞正常运作。然而，体检报告中显示的胆固醇往往指的并不是胆固醇分子本身，而是血液中的脂蛋白颗粒，主要包括高密度脂蛋白 HDL 和低密度脂蛋白 LDL， 以及我们常看到的三酸甘油酯 TG。 简单说， HDL 就是俗称的好胆固醇，负责把多余胆固醇从全身组织运回肝脏代谢。 LDL 则是坏胆固醇，会把胆固醇送往全身细胞，但当 LDL 过高，多余的部分很容易粘附在血管壁上，被自由基攻击氧化后形成斑块，日积月累就让血管变窄、变硬，甚至完全堵塞，引发冠心病、中风等严重后果。至于三酸甘油酯，则是人体储存热量的形式之一。当你摄取的热量过多，未及时消耗，身体会把多余热量转成三酸甘油酯，储存在肝脏或脂肪细胞中做备用能量。一旦堆积过多，就容易形成脂肪肝，并伴随血液中甘油三酯飙高。了解了胆固醇在血管中的角色，我们再来看看食物如何影响血液中的胆固醇。重点其实不在食物本身含有多少胆固醇，而在于它含有多少会刺激身体制造胆固醇的成分。事实上，我们体内将近70%到80%的胆固醇是自己生产的，只有约20%来自饮食摄取。所以单看食物的胆固醇含量意义不大，更要留意的是食物中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饱和脂肪摄取过多，会提高肝脏合成胆固醇的速率，内生性胆固醇一多， LDL 坏胆固醇就跟着飙升。而反式脂肪就更恶劣，不但会提升坏胆固醇，还会同时降低好胆固醇，对心血管的伤害是双重的。正因如此，如果你为了降胆固醇，只是一味盯着鸡蛋和虾子这些高胆固醇天然食物猛看，可能方向就搞错了。天然食物中的胆固醇对血脂的影响相对小，反而是一些高饱和脂肪、高反式脂肪的加工食物，才是让你胆固醇降不下来的幕后黑手。举个例子，一颗蛋黄的胆固醇含量大约200毫克，乍看很高，可它几乎不含饱和脂肪，因此对血液中胆固醇的实际影响有限。反观一块肥嫩的猪五花肉，胆固醇含量也许只有几十毫克，但富含的饱和脂肪却会强烈促使肝脏制造胆固醇。营养学上有一个生胆固醇指数 CSI 的概念，它综合计算食物中的胆固醇和饱和脂肪含量。一位医师曾用这个指数举例说明，每一份猪五花肉的 CSI 值接近19，而每份鸡蛋大约只有11，也就是说，吃等量的猪五花比吃鸡蛋更容易让胆固醇上升。再说海鲜，其实多数鱼虾的脂肪含量很低，甚至有些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的深海鱼还能提高好胆固醇。因此适量吃海鲜并非洪水猛兽。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用低脂的海鲜替代红肉，能让血中有害胆固醇浓度降低将近1%。台湾国民健康署的每日饮食指南也建议，蛋白质食物的摄取顺序应该是豆类大于鱼类，大于蛋类，大于肉类。意思就是海鲜蛋的摄取优先度其实高于红肉。由此可见，
海鲜和蛋的适量摄取并非健康大忌，真正该留意的是富含饱和脂肪的肥肉等食物。难怪2015年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政府在新的饮食指南中干脆取消了对膳食胆固醇摄取的限制上限，强调一般健康人不用过度担心食物中的胆固醇含量，相反更应关注饱和脂肪的摄取。换句话说，与其把矛头指向蛋黄和虾蟹，不如检视我们每天吃的东西里暗藏了多少让肝脏拼命制造胆固醇的坏油脂。那真正该防范的是什么呢？以下我们就来仔细盘点10种最容易让胆固醇飙升的食物。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美味，有的你可能天天都在吃，它们才是让血管悄悄堵塞的隐形杀手。首先，面包可以说名列黑名单的顶端，没错，就是那种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面包。许多人早餐爱吃面包，不管是夹火腿起司的三明治，涂奶油果酱的吐司，还是香甜松软的菠萝面包，都让人难以抗拒。然而，你可能不知道，一个小小的面包中暗藏多少油脂陷阱。为了让口感松软湿润，延长保存，商业面包常会添加丰富的油脂，例如奶油、氢化植物油、起酥油等。起酥油其实就是植物性人工奶油，里头含有大量反式脂肪。很多标榜酥香的面包，像可颂、丹麦面包，更是折进了一层又一层的奶油或人造奶油来打造酥松口感。一份看似朴素无害的餐包，可能脂肪含量高得惊人。如果你每天早晨2片吐司抹上厚厚的奶油，或是来一个松软的奶酥面包当早餐，那些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就会日积月累地进入你的体内。更别提面包本身多以精致面粉制成，缺乏膳食纤维，吃下去会让血糖飙升。身体为了处理过多的糖分，会将其转变成三酸甘油酯存起来，这往往伴随着好胆固醇下降，坏胆固醇增加。所以天天面包当主食，其实可能比你偶尔吃颗蛋黄还更容易导致胆固醇超标。难怪有心脏科医师感叹，不吃肥肉，不吃蛋黄也没用，如果早晚都靠面包果腹，坏胆固醇还是降不下来。我还亲身听过一个病例，一位平日滴酒不沾，也很少吃红肉的先生，常年习惯以面包配奶茶当早餐，结果40多岁时发现冠状动脉严重阻塞，不得不提前接受支架手术。这个故事带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再平凡不过的面包，累积起来也可能对血管造成可怕的伤害。第二种让胆固醇飙升的隐形凶手就是饼干。许多长辈为了养生，觉得甜甜的蛋糕、点心太腻，于是改吃没有明显甜味的苏打饼干，甚至3餐不定时，肚子饿了就拿几片饼干垫肚子，心想饼干热量低、清淡又方便。然而事实上，饼干之所以香酥可口，背后大多少不了大量的油脂和精致面粉。别看一片小小的饼干干干扁扁，其中可能将近一半都是脂肪。尤其工厂大量生产的饼干，为了延长保存期限和增加酥脆口感，常会使用氢化植物油来制作，也就是充满反式脂肪的油脂。像常见的苏打饼干、薄咸饼以及夹心饼干，配料表上往往都能找到植物性奶油或部分氢化油脂的字样，这意味着其中的反式脂肪含量不可小觑。每天下午泡茶来几片饼干当点心，看似悠闲，其实你正在吃进一堆让血脂升高的隐形炸弹。曾经有位阿姨因为不爱吃油腻的东西，就把全麦苏打饼当正餐，1年下来体重掉了几公斤。但体检时，医生却惊讶地发现她的胆固醇和血脂值不降反升，原因正是出在那些饼干上。它虽然总热量摄取不多，却几乎都是由反式脂肪和精致淀粉构成。好的脂肪摄取不足，坏脂肪却吃了不少，结果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研究也显示，经常吃含反式脂肪的饼干点心，不仅会让 LDL 坏胆固醇升高，还会压低有益心脏的 HDL 好胆固醇。一来一往，保护血管的清道夫变少了，堵塞血管的元凶变多了。当然，我不是说饼干一口也不能吃，但绝对要控制分量，尽量挑选成分单纯、油脂含量低的饼干。如果能用坚果、水果来取代部分饼干零食，那对血管健康才是真正有利的。
第三个常见的罪魁祸首是蛋糕和各类甜点。不少人平时对油腻的大鱼大肉很节制，却难挡甜食的诱惑。逢年过节或朋友生日来块蛋糕庆祝一下，下午茶时间再吃几块饼干、巧克力解解馋。有人不吃还好，一吃就停不下来。渐渐的，每天饭后都想来点甜点当犒赏。传统印象中，甜食好像只是糖分高，容易让人发胖、长蛀牙。但其实许多蛋糕、派、酥皮点心的油脂含量远比你想象的高。举例来说，泡芙和千层酥，那酥脆的外皮是用大量奶油制作的起酥层烤出来的。奶油蛋糕上厚厚的鲜奶油霜，更是高饱和脂肪的重灾区。起司蛋糕和酥皮水果塔，除了糖分惊人，里面大量的起司和奶油，每一口都让饱和脂肪直逼天花板。一小片看似轻盈的蛋糕，可能用了好几大匙奶油和鲜奶油，不仅热量爆表，其中的脂肪更会直接拉抬你的胆固醇水平。许多爱吃甜点的人，可能外表看起来不胖，但体检却发现高胆固醇、高血脂，甚至脂肪肝，就是这个道理。我认识一位30多岁的上班族小姐，平常很少吃油炸或肥肉类的食物，但是非常热爱蛋糕甜点。每天午饭后必来一块蛋糕或几块饼干提神。结果几年下来，体重虽然保持苗条，可是肝功能和血脂数据都变得很不好。超音波检查发现已有脂肪肝前兆，这就是过量甜食的代价。因为甜点中的坏脂肪往往被糖的甜蜜味道所掩盖，不知不觉就吃进太多。除了自制甜点，现在外食管道也四通八达，各种珍珠奶茶店、烘焙坊的诱人蛋糕卷、曲奇饼干更是唾手可得，让人想戒口都难。如果不加节制的放纵甜食欲望，血液里的胆固醇和脂肪浓度一定会居高不下。因此，蛋糕甜点绝对不是无害的快乐食物。建议各位把甜食当作偶一为之的享受即可，千万别每天都吃，吃很多。第四类需要当心的是油炸食物，其中又以甜甜圈和油条这类油炸面团最具代表性。早上赶时间，许多人来不及坐下吃早餐，就抓一根油条配豆浆在路上解决，或是经过咖啡店买个甜甜圈，搭配拿铁匆匆开始一天。这类食物吃起来香酥又有饱足感，但对心血管的伤害也很直接。甜甜圈本质上就是面团在油锅里洗澡后再裹上一层糖霜，油脂和热量双双爆表。传统市场卖的油条多半反复使用同一锅油高温炸制，高温含多次油炸会让食用油劣化，产生反式脂肪酸含各种氧化产物。吃下一根刚出锅的热油条，你得到的不仅是碳水和脂肪，还可能包括不少对血管不利的反式脂肪。一些小吃摊为了降低成本，还可能使用廉价的氢化油来油炸。氢化油本身就含反式脂肪，一经高温反复使用，当中的有害物质更是成倍增加。所以，不管是中式的油条、炸春卷，还是西式的甜甜圈、炸薯圈，本质都是将淀粉食品泡在油中煮熟，再加糖或盐调味，其对血脂的影响可想而知。有研究统计显示，每周额外多吃一份油炸食品，比如一小包薯条或一块炸鸡，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约 2% 到 3%。 乍看这数字不算太高，但如果你长年累月每周吃上好几次炸物，甚至天天都来一口，那风险就是不断累积放大。爱吃这口的朋友可要悠着点，一周解馋1-2次还可以，但若把油炸物当成日常主食或点心，长期下来血管恐怕真的要哭泣了。第5种高胆固醇陷阱食物是大家熟悉的薯条和洋芋片等速食零食。没有人会否认薯条是垃圾食品，但它实在太美味，许多人无法拒绝汉堡配薯条的经典组合，而洋芋片则是聚会追剧时的凉拌，一开封常常一片接一片，停不下来。这些以马铃薯为基底的零食，问题不在马铃薯本身，而在于烹调方式和调味。薯条通常浸泡在高温油锅中，炸至金黄酥脆，而洋芋片多半是将马铃薯片油炸或油烤干燥制成。结果就是大部分薯条和洋芋片都含有惊人的脂肪和钠。以薯条来说，一份中薯条可能就含有几百大卡的热量，其中数十克都是油脂。
饱和脂肪的量相当可观。如果炸薯条的油反复使用，还会产生额外的反式脂肪酸。洋芋片则更隐蔽，一片片薄薄的薯片背后是大量棕榈油或棉籽油炸出的酥脆。棕榈油属于高饱和脂肪的植物油，能让洋芋片吃起来特别香浓顺口。有人做过实验，把几片洋芋片压在卫生纸上，纸上立刻透出大块油渍，可见其中的油有多丰富。长期大量吃薯片，别说胆固醇，体重、血压、血糖都会跟着上升，是全方位的健康隐患。或许你年轻时代谢好，一时看不出问题，但这些日积月累摄入的坏油，最后都会算总账，终究会在血管中形成堵塞。想象一下，你的血管就像家中的水管，当油腻的残渣越积越多，水流终将不再顺畅。每当你往嘴里送进一把洋芋片时，也仿佛在往血管壁贴上一层油垢。日子久了，血管腔变得狭窄，血流不顺，最后可能因为一块油斑脱落形成血栓而引发心肌梗塞。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所以薯条、洋芋片等零食还是要浅尝即可，千万别天天捧着一桶吃。第6个常见的罪魁祸首是速食炸鸡。香酥多汁的炸鸡堪称很多人口中的人间美味，下班宵夜来一桶，或是周末追剧时啤酒配几块，也是常见的放松享受。然而，炸鸡那诱人的金黄外皮其实蕴含了大量油脂和热量。鸡肉在油锅中炸过之后，不仅裹粉的外衣吸满油，肉汁里的脂肪也锁在其中。一只带皮炸鸡腿的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一份同等重量的红烧肉还高。更糟糕的是，多数连锁炸鸡店为了降低成本，使用的油厂反复多次高温油炸，有些甚至采用部分氢化油来增加酥脆度和保存性。这意味着你每啖一口香脆炸鸡都可能吃下不少反式脂肪和氧化变质的油脂。研究显示，经常吃油炸鸡的人，血清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水准普遍高于不常吃炸鸡的人，罹患冠心病的风险也大幅增加。我身边就有朋友年纪轻轻，体型不胖，但因为特别爱吃炸鸡当正餐，30岁出头就被查出血脂超标，医生警告他必须立刻改善饮食习惯。或许有人说，我不吃外头卖的，我自己在家用气炸锅做，是不是就健康多了？气炸的确能大幅减少表面用油量，但如果你炸的是鸡翅、鸡腿这些带皮、带脂肪的部位，它本身就富含大量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再者，任何油炸方式都涉及高温，使食物表面的胆固醇氧化，氧化后的胆固醇更容易附着在动脉内壁，引发发炎反应。也就是说，即便用气炸锅无油烹调，食材本身的油脂和高温氧化问题仍然存在。总而言之，炸鸡还是属于高胆固醇、高风险的食物，能少吃就少吃，千万别因为方便美味就经常大快朵颐，短暂满足了口腹之欲，长远来看却伤害了自己的心血管。第7种让血脂飙高的常见食物是加工肉品，例如培根、香肠、热狗、午餐肉等。很多人早餐喜欢煎2片培根配太阳蛋，或者宵夜来根炭烤香肠，三明治里夹块午餐肉也觉得特别提味。这些加工肉类虽然美味方便，但都是名副其实的胆固醇和饱和脂肪炸弹。以培根为例，培根是猪的五花肉腌制烟熏而成，几乎全由肥肉构成。一片薄薄的培根脂肪含量超过1半，而且主要是饱和脂肪。煎培根时滋滋冒出的油泡，就是培根自身的油脂被释放出来。几片培根下肚，摄入的胆固醇和饱和脂肪可能远超1颗鸡蛋。香肠、热狗等加工肉也类似，制作时通常使用肥瘦兼具的绞肉，加上大量盐分和香料填入肠衣。很多人不知道，一根看似小巧的香肠，实则油脂惊人。有些传统香肠甚至还会额外加入猪油，增加风味，导致饱和脂肪含量更高。除了脂肪，高钠也是加工肉的一大问题，经常食用对血压和肾脏都不好。此外，火腿、培根等为了防腐和保色，常添加亚硝酸盐等添加剂，长期大量摄取对健康也有潜在风险。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甚至在2015年将培根、火腿这类加工肉正式列为1级致癌物，与烟草并列，
可见加工肉对人体的危害不仅是让胆固醇升高而已。总而言之，如果你是高血脂族群，培根、香肠等加工肉能避就避，能少就少。如果实在嘴馋，建议选择鸡肉、火腿这种相对低脂的替代品，并严格控制频率，千万别天天都吃。第八，一些高脂的红肉含动物内脏本身也是让胆固醇飙升的强力推手。虽然一开始我们强调饮食中的胆固醇并非决定血脂的最大因素，但如果你本身就有高血脂问题，过量摄入特定食物仍然会雪上加霜，像是肥牛、肥羊这些红肉带肥油的部位，以及猪脚、猪皮之类的传统美食，饱和脂肪含量都极高。一块入口即化的红烧肉，或是一碗喷香的东坡肉，每一口几乎都在吃饱和脂肪。这种大鱼大肉一旦吃多了，短时间内就能让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和胆固醇明显升高。如果经常如此暴饮暴食，身体合成的胆固醇也会一直维持在高档。再说动物内脏，例如猪肝、猪脑、牛骨髓、鸡心等，胆固醇含量更是惊人。100公克猪肝含有大约300毫克胆固醇，猪脑则高达2-3千毫克，相当于10几颗蛋黄的总和。虽然大多数人不至于天天吃猪脑，但在某些饮食文化中，内脏却是相当常见的食材。很多长辈喜欢猪肝汤补血，腰花汤补肾，逢年过节动物内脏料理也上桌。如果你经常大量食用这类食物，那无疑是在给血管增添负担。医生通常建议高胆固醇患者要节制肥肉和内脏类的摄取频率及分量，吃肉时尽量选择瘦肉部分并去皮，内脏类则1周顶多吃1次，甚至不吃。适当的饮食调整可以避免因过量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而使血脂雪上加霜。第9个，让坏胆固醇猛增的元凶是一类你可能没注意到的隐形脂肪、芝摩奶精和人造奶油。这些东西通常不会单独吃，而是添加在其他食品中，例如3合1、即溶咖啡、奶茶、烘焙食品的馅料、面包的抹酱等等。植脂末、奶精是以植物油氢化后加入奶粉和香料制成的粉末或液体，在氢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反式脂肪，你知道吗？2015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已下令将部分氢化油逐步退出食品制造，也就是实质上禁止了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逐渐反式脂肪的危害之大。在我们生活中，奶精却还是无所不在。一小杯香浓的奶茶可能加了好几十植脂末，等于喝下半杯油。有的上班族为了方便，每天早上来包3合1，咖啡粉冲一杯，其实每天都在喝反式脂肪的油汤。长期下来，身体的坏胆固醇当然居高不下。除了饮料，很多廉价的烘焙甜点馅料、夹层用的鲜奶油替代品，其实也是用植物奶油、起酥油调制，成本低又不易融化。这些人造奶油类产品入口香滑，但对心血管的危害一点也不比猪油低。甚至有些标榜纯素的蛋糕面包，因为不能用奶油，就大量使用氢化棕榈油代替，结果反而摄入更多反式脂肪。可以说，奶精和人造奶油是现代食品工业的产物，在过去几十年里广泛存在于各种加工食品中。所幸近年各国逐渐意识到反式脂肪的危险性，纷纷立法限用，但我们个人仍要长点心，选购食品时仔细看标签，避开那些含有氢化或植物性奶油字样的产品。常见的关键词包括部分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植物黄油、起酥油、植脂末或代可可脂等等。看到这些字眼就代表含有反式脂肪，一定要特别小心。如果你有高血脂问题，更要对奶精、植脂末敬而远之。把3合1奶茶换成纯茶或黑咖啡，用少量鲜奶调味，就能大幅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取。最后第10种，也就是我们绝不可忽视的高脂乳制品。这里指的是牛奶中的乳脂肪以及由它制成的各种食物，比如牛油、奶油、起司、鲜奶油以及冰淇淋等甜品。或许你会说，乳制品不是富含钙质，对骨骼好吗？没错，适量的乳制品对健康有益，但强调的是低脂或脱脂的乳制品。如果是高脂全脂的奶油和起司，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牛奶本身的乳脂肪含量约在 3% 到 5%， 看起来不算多，可是经济浓缩制成起司后，脂肪含量往往飙升到 20%、30% 以上。常见的奶油脂肪含量甚至超过 80%， 几乎全是饱和脂肪。当我们在面包上涂一层厚厚的奶油，在意大利面里撒满起司，喝下一大杯全脂鲜奶奶茶，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摄入了大量饱和脂肪，更别提许多人爱吃的冰淇淋。冰淇淋由奶油、糖和蛋黄等制成，是实打实的高脂高糖甜品。一杯普通香草冰淇淋的脂肪含量可能高达1成以上，而且主要是饱和脂肪。这些高乳脂的食物进入体内，会直接推升血清中的坏胆固醇。有研究显示，长期摄取高乳脂饮食的人，平均 LDL 数值明显高于偏好低脂饮食的人。难怪营养专家们都建议乳制品尽量选择低脂或脱脂的版本，起司奶油要适量。如果你已经有高胆固醇或高血脂的问题，更要控制全脂乳制品的分量。举个例子，有位老奶奶平时爱用猪油拌饭、奶油煎蛋，觉得这样香喷喷又有营养，结果才50多岁就被查出严重的动脉硬化。医生告诉她，问题不在鸡蛋，而是她每天用的那些猪油和奶油。像猪油这类动物油脂虽然是天然的，但饱和脂肪比例高达1半以上。如果天天拿来炒菜拌饭，对血管的负担其实远超你吃几尾虾。这位奶奶最后痛下决心，改用橄榄油清炒蔬菜，少吃奶油制品。半年后复查，胆固醇指数果然下来了不少。所以千万别小看日常用油和乳制品的选择，它们就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你的心血管健康。读到这里，我们不妨假设一个现代人常见的日常菜单，看看上述这些陷阱食物是如何悄悄组合在一起，对健康造成威胁的。想象一位年轻上班族的一天，早餐他来不及在家吃，就在便利商店买了培根蛋三明治和一杯奶茶。三明治里有面包、培根、起司和美乃滋，奶茶则用的是奶精和糖。中午工作忙，随便叫了份炸鸡套餐，吃下炸鸡和薯条。下午嘴馋，又打开一包洋芋片。晚餐稍微正常一点，但饭后忍不住吃了杯冰淇淋当甜点。这样一天下来，他几乎把我们列举的10大危险食物全吃了一遍。表面上看，他没有碰一只虾，也没吃蛋黄，但实际摄入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却远远超标。长此以往，血管怎能不堵？坏胆固醇怎能降得下来？好消息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习惯，为自己的血管扫清障碍。首先，不用再过度害怕天然含胆固醇的食物，例如鸡蛋、虾子、螃蟹。越来越多研究证实，适量吃蛋并不会显著提高坏胆固醇。甚至有研究发现，每天吃1到2颗蛋的人，如果同时控制住饱和脂肪的摄取，其 LDL 坏胆固醇值反而比不吃蛋但摄取较多高饱和脂肪食物的人更低。也就是说，单吃几颗蛋黄并不会堵塞你的血管，反而是吃蛋时配了培根香肠，吃海鲜时配了大鱼大肉才更危险。真正该留意的是，我们每天吃进了多少隐藏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试着检视一下自己的冰箱和餐盘，如果每天都有上述那些高油高脂的东西，是时候调整一下了，用更健康的选择去替换它们。早餐可以改吃燕麦粥、全麦吐司夹水煮蛋，不用再抹厚厚的奶油或夹培根火腿。饼干零食则以水果、坚果代替。想吃甜点时，选择低糖豆花、优格或黑巧克力等相对健康的点心。渴了就喝白开水或无糖茶，少碰手摇杯里的奶精与糖浆。烹调时以橄榄油、苦茶油取代猪油、奶油。多用清蒸水煮，少用油炸爆炒。外食族点餐时选择清淡少油的烹调方式，多吃鱼肉豆制品，减少肥肉和加工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改变，日积月累就能帮助你的血脂恢复正常。再搭配规律运动习惯，多摄取蔬菜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来促进胆固醇代谢。例如燕麦、山药、木耳等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物，有助吸附胆固醇排出。深海鱼、坚果中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则有助提高好胆固醇，降低三酸甘油酯。相信不久之后，你的胆固醇指数就会慢慢降下来，血管也会重新变得顺畅而富有弹性。
总而言之，胆固醇高不高，关键不在你偶尔吃了什么豪华大餐，而在于你每天都在吃什么。与其把鸡蛋、海鲜视如毒药，不如从现在开始仔细审视自己的日常饮食，找出那些让你胆固醇不知不觉飙升的真凶，然后对症下药，远离它们或者至少减少摄取频率。同时，养成清淡饮食、适度运动、规律作息等良好生活习惯，才能真正维护心血管的长久健康。让我们一起从饮食细节做起，管住自己的嘴，保护好自己的血管吧。记住，每一口送进身体的东西都算数，千万别让嘴馋的一时爽，换来日后血管堵塞的痛苦。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揪出藏在餐桌上的胆固醇陷阱，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